大家好，我是戴主义，我现在人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在北海道租到这一台 Car of the Year Japan 2023，就是日本年度风云轿车，击败了非常多的好手，拿到这个最好的奖项。在日本啦，那这一次是我继2018年1月之后第2次来到北海道。差不多6年前的时候，我跟我太太2个人来，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现在就带着2个孩子，一家4口，从 KL 飞到来札幌Sapporo， 然后再开了150公里来到这个地方。那最主要是要去这个旭山动物园，鼎鼎大名的 Asahiyama Zoo。那这次主要这台是2.0L的 HEV 版本，然后它用的引擎动力就跟我之前在马来西亚介绍的2.0L的 HEV 的 Innova Zenix 一样。那我当然不是第一次在雪地开车，之前也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等都有开过车啦，所以主要是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这冬天开车要注意些什么事情。So yeah, let's go. 那我这次觉得这个 New Prius 的车头设计非常的美，然后上个礼拜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看过了最新的 Corolla， 也是用这样子的车头设计，甚至最新的 Toyota Camry 也是用这样子的 design，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这个会是 Toyota 未来的一个家族式设计。甚至我看到这个 Crown Sport 跟 Toyota Crown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是同样用了 Toyota logo， 然后一个日间行车灯这样子，整个感觉更加的锐利，它不会太过复杂，而且它会给人家一种未来车、一种新能源车的感觉啦。因为在过去 Prius 就是 equals to Toyota Hybrid 这样子。那这个 New Prius 同样是基于 TNGA-C 平台打造，就是 Corolla Altis 的平台，但是车体上面会有不同，因为 Corolla Altis 有 Sedan， 然后有这个 Hatchback 版本，甚至还有 Sport Wagon 的版本。然后它走的就是比较流线型这样子，就跟上一代的 Prius 在前一代的 Prius 一样，这边就是一个溜背这样子的设计，然后它的整个 boot 开启的方式是整片这样子打开的，所以这个也是 Prius 一个标志性的 design 这样子，就是一个 hatchback 这样子。然后它应该是有这个plug-in hybrid 的版本，不过我租的这个就是 HEV， 就油电混合，你不用特别去充电，这样子也比较适合在日本市场。所以我们用的话，一家4口来讲，放行李，再2个小孩子放卡西。后面是比较窄一点头部空间也不够，可是这台车子就是美，就是帅。就是这个车型，据说是本来Toyota老板已经要放弃它的，后来工程师极力挽回之下，就让它重生，结果就成为了日本年度风云轿车。很冷。这个 New Prius 的车尾设计它用了一个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然后特别的是呢，通常车子这边放了 Logo Type PRIUS， 或者有的 brand 会放，比如说 Proton 还是 Honda 这样子之后，它就不会再放回自己原本传统的那个圆形 logo。可是 Toyota 这一次就是这边小小个一个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既有现代，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 logo， 这个是很难得的啦，就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一块黑色的high gloss plate 的地方跟它隐藏起来，因为人家觉得原来 Prius 可以这样子来设计的。那我们来看中控台设计的话呢，这个方向盘我之前在 Toyota 的 BZ4X 上面看到其实我觉得它本来的 design 是用那个 yoke steering 的，这样子，因为我看的话还是多少会挡到这个仪表板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啦，可以显示一些简单的资讯等等。这一块荧幕对我来讲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使用 Apple CarPlay。那我来到日本我只要输入我的东西，我可以用 Map， 也可以用 Spotify 等等，手机有 data 就 OK。这边也是有很多的按钮，还有这个 Ambient Light 氛围灯。这边是软质塑胶，只是说呢，会觉得这个车子，因为可能日本他们是为了要租车啦，所以它的椅子是这个 Fabric C 布料座椅，然后整个地方都是手动的，然后这边也是用，其实就跟 Corolla 非常的像啦，都是有很多这种典型Toyota最清脆的这种声音这样子，然后方向盘上面全部是实体的按钮。跟我们飞去哪里？北海道。北海道北海道玩什么 ？Snow。到北国这边呢？爸爸，你怎么会在这边？我要吃东西，这些
OK，so 今天是我在北海道的第2天。昨天我在 Sapporo 的新千岁机场拿了车之后，就驾了大概3个小时150公里，来到这个叫Asahikawa旭川市这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早上10点多，我们要去这个最有名的 Asahiyama Zoo， 就是旭川的动物园。然后那边有很多我们在热带国家看不到的动物。然后其实每次去动物园都是很热，会流汗，可是我真的是很喜欢在冷天气的地方来，至少你不会汗流浃背，很咯哩。不过也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手会动，耳朵会动，脸会动这样子。所以像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一片呢，现在是因为最近的降雪量是非常的厚啦，像我刚才凌晨2-3点开始就一直下到天亮，所以整条马路是已经白色了，就是雪白茫茫一片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冬天租的车已经标配来就是这个冬季轮胎，它不是什么雪链那个太 over 了，所以在这种有白色的地方驾车呢，其实整个抓地力是 OK 的，反而这样子的这个地方呢，它不是最难阿嘎的，因为如果它有雪，它有厚度它还容易去阿嘎这个抓地力这样子。那反而是你看到它好像有一点水就是有点干了过后那个它的冰面上是很难的，你完全 break 不到，然后有时候你驾到一半会好像没有 ESC 自己在那边打滑这样子那我相信有很多马来西亚人也是想要来北海道租车，可是因为没有经验嘛，又怕东怕西，怕来怕去是很正常的。比如像我现在 traffic light 我就已经不点油了，我就慢慢踩 brake 给它停下来。OK， brake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驾很快。那简单来说呢，如果你要尝试在冬天驾车，唯一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要驾快，你就是驾慢，然后你不要去跟车，因为在 highway 上面它会建议你跟前方的车子保持200个米，那它也会一直放那个路牌去提醒你什么叫200个米。所以对马来西亚人来讲，这200个米的距离就好像可以要到马拉哥去打个比喻就是这样子啦。然后大概聊一下我驾的这一台呢，因为这次我非常幸运能够租到这一架Toyota Prius， 不是旧款的 Prius这个是全新的一个 Toyota Prius， 说它是 2.0L 的 HEV 系统，就跟我之前在马来西亚试驾的 Innova Zenith 一样的 Powertrain， 甚至是相同的 TNGA-C 平台。所以其实这个 Toyota Prius 呢，它就是 Corolla， 在日本有 Corolla 好像 Wagon 这样子的造型啦，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当然 Prius 它又长得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好看。然后从第1代 Prius 开始 ，Prius 就已经是 Hybrid 的代名词，所以你不会看到一个 Prius 是纯汽油版的，然后你会看到纯汽油版的 Corolla 等等，可是 Prius 这个字就好像 Honda Insight 这样子啦，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美国也是 Toyota 一款相当畅销的车子，所以我对这台车子是相当的满意啦。Of course， 它的这个 2.0 HEV 系统，当它这个 engine 在为电池充电的时候，它很大声是你没有办法忽视的大声啦，这种这样子。但因为我们在冬天驾车的话，因为我们很需要抓地力，所以我给它去到 B mode 就好像我家电动车的 B mode 这样子 ，One pedal drive， 我松开踏板，它就自己帮我 brake， 因为我又不想要一直去踩这个 brake pedal， 因为如果你一直踩 brake pedal， 你知道吗？你的这个打压它需要 grip， 它需要抓地力，你会没有这么有信心啦。OK， 现在慢慢的加速。OK。真的是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这样子，因为正常驾是没有问题啦。OK， 像我们离开了这一段白色的路，就去到有解冻过后了的马路。OK， 其实，在雪地，在冬天北海道地方驾车路是很烂的。那个烂不是因为那个路有 pothole， 路有路洞而是因为雪融了，有些没有融完这样子。然后他们可能热胀冷缩，对于马路的处理，这个柏油路它会crack 马路上会裂。那反而马来西亚因为没有四季，主要是冷跟热，或者是有些铺路偷工减料导致的。那一般上这边的路，你看就是一直咯咯这样子。然后这个轮胎我们用的是 Winter Tires 嘛，所以它的花纹块都是以抓地力为主，在走的时候噪音是非常大的。我指的是在马路啦，那你在雪地上面走路的话，其实是因为已经被盖掉了嘛，所以你一看着外面的风景这样子，你完全不 care 到底这个噪音这些东西 OK， 你现在就是在一个很诗情画意、很冬季恋歌的地方这样子。
OK， 现在距离这个动物园是还有10公里，可是还要加27分钟，半个小时啦。因为你自己都看得到咯，这样子的路你要讲加快但是你也不会要加快啦，你那里敢加快哦，对不对？当然，你在冬天北海道基本上很多车子都会有4轮驱动，有些它未必是有 differential 的就是一个 coupling 连接你的前轴跟后轴罢了。因为在这边，哪怕你是一个像巴索、像 Myvi 这样子的车型，它都会有4轮驱动系统这主要是在起步加速的时候，有些上山坡的时候非常需要。在冬天，在北海道这个地方呢，4轮驱动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它是一个必需品因为在日本的城市街道，其实他们的 traffic light 都是非常的密差不多你走这个几百米你就要停下来，走个几百米就要停下来。所以 hybrid 在这边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因为车子又回电又放电，又回电又放电你看我才讲罢了，你看又 traffic light 了。但是在冬天又增添多一个风险，就是你一直需要提早 brake， 然后起步的时候你不可以踩大油门，这样子你就慢慢给它 roll。 OK， 现在也红灯了 ，OK， 我已经没有再点油，我用 B mode 点一下，可以再点一下，然后切记当你在绿灯起步的时候就不要踩大油门这样子啦。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集 Toyota Prius 的 Hokkaido Review。那严格来讲，它跟我过去的一些车评有一点不同，因为这次我主要是带家人来旅行，然后就顺便租了一台车子，就是 working， 就是 holiday and working 这样子，一边工作一边旅行。但是我尽量拿捏一个平衡，不要说一直整个旅程当中都一直在拍车等等，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能够开到这台车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尤其我自己当然很喜欢在雪地的冬天开车，享受这种被冻结的感觉，然后也可以去了解说轮胎要用什么样的轮胎，然后在冬天的时候整个抓地力的呢，它是一个挑战，但是你看到外面的风景的呢，你会觉得是值得的。希望每一年都能够来这边玩一次啦。OK， 所以喜欢音乐记得分享键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我在注意 ，Let's go。经过了300多公里之后，我们终于要把车拿来还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已经尽量的精简，因为我知道我租的车子不会很大台，所以我就一个租这个中型的 luggage， 然后还有2个这个 cabin size luggage， 所以这个Toyota Prius 是刚刚好啦。如果你要再带多一个大个的或者一个比它更大的 luggage 就很难了。所以这个行李箱空间。后面放入2个 baby car， 过后中间的大人会做到有点辛苦啦，but overall 是 OK 的啦。所以我们还了 Pure 之后呢，打算是在 Sapporo 逗留一个3天2夜这样子，就在 Sapporo 有2个 full day。可是昨天用了一个 full day 过后，发现到其实 Sapporo 市中心不美啦，然后那个雪也太过 solid 了，就不好玩。然后而且在施工，在准备这个 Snow Festival， 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第2个 full day 我们就跑回去租车。然后这次就是盲点选择一个这个 segment， 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一辆，这个就是叫 Toyota Rumi， 它是一个 K car。那出乎意料的容易驾 ，OK， 不可以讲很好驾，很 solid 啦，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家知道吗？就是日本人最常使用的一种小车，然后因为它的这个 sliding door 真的是非常方便。你看，我要装 baby car seat 看范小姐在睡觉等等，头部空间，然后这个地方等等，而且这边我还可以通去这边然后你要放小孩子来前面，它都可以。所以这个空间现在2个在睡觉 ，OK， 把门关起来先。至于前面的话呢，它整辆车子它就是整个方向盘就好像我们Malaysia的Ativa这样子啦，像新的这个 Toyota Vios 等等都是用这样子的东西，所以相当老款而且没有 Apple CarPlay， 变成我要放手机猫在这边这样子，然后电子仪表板等等，所以里面就没有什么好去要求它的。总之就是一个你看这跟Ativa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样子。然后车头车尾的造型呢，都给我一种好像迷你版 Alphard、迷你版 Wildfire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车子是 Rumi， 真的是非常的 Rumi。
你看它的空间，就是一个迷你版的 SUV。然后这种车子是通常是日本限定啦，因为它来到马来西亚价钱也不会便宜，差不多可以买一辆更大辆的 Serena 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要 Serena Nova 这样子的车子，我们就觉得，你看这个整个 front wheel 跟 Alphard 一模一样，这样子都是有7条最新的 Alphard 啦。在里面你就不要去看它了，所以。然后轮胎是非常的小个，可是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在雪地上面开车啊，其实轮胎大条啊，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的接地面积更大，然后更容易打滑。反正小条的打压，车身比较轻的车子呢，在雪地上面是没有这么夹拉的。OK， 所以这是我的 K Car 初体验，第一次驾超过100公里的这个 Toyota Rumi， 然后它的对手应该就是 Honda M-Box 之类的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他们都有很多品牌都共享啦，好像 Mazda、Suzuki、Toyota、Subaru 等等都有类似的小车，都是这样子的格局的，就是660cc NA 或者 Turbo。你看那个雪地的那个这个车经过的声音，所以呀，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一个 bonus 这样子啦。本来没有打算要租车了，租到来才300块，加买2个卡西，各种保险300块，没有包油钱呐。打个油也是大概300-400块，因为你带着2个小孩子，其实你要坐bus坐公共交通不是不可以，很麻烦，然后他们要睡觉什么，还是，所以结论就是还是租车比较好，不要抱，因为冬天啊自己都很辛苦了，好了还要抱小孩子这样子。Okay, 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